少年，你有张好看的脸，爱笑还有些腼腆。我的心回归的大雁，会深是大海，一路向北方。你真有那个劲头啊！哎呀，真的是，那真是最糟老的去了。你那是幸福的罪啊！隐居那些年干嘛了？我想问一下，特好奇。隐居，对，您这词儿用的。怎么突然间不唱歌了呢？唱的挺好，咋突然间不唱了呢？为啥呀？我想当时的我能做的选择非常少。我就是希望能够生活节奏重新回到自己的控制。让它稍微的慢一点。但是后来呢，发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，是自己始料未及的。就是整个的你的工作，你的生活，确实都如你所愿了。它停下来了之后，你会发现，你可能再想要去寻找的那些机会，也就都消失了。当然，因为你选择另外一个赛道了。对，但生活变成另外一个样子，然后一些看不清的部分开始呈现出来了，生活本身的样貌。一公舞台上，周晓鸥和沙宝亮率领着他们的工作室，致敬生命之光，全员动起来，挑战极限。可是又有谁知道，舞台下的周晓鸥其实是恐高症患者。动起来，内心的力量何在？动起来，每一秒都期待。恐高从小就恐高吗？反正不知道，还是受过什么刺激一下，突然间以后就恐高了。反正唱歌那时候就开始就有恐高。如果一个那个升降台如果很小升起来，我就完了，就唱歌都不就腿发软了都。因为你们是出道很早的。大家觉得好像这个行业很快，流失的很快，其实不是。当你们这些老炮回来的时候，用自己的实力，现在还具有的实力，还站在舞台上的时候，突然给他们一个感觉，就是这么多年以后，你在舞台对你意味着什么，而且包括你对舞台的态度，而且你做了这么多事情，这个是对年轻人是有影响的，而并不是靠两个人这每年翻一个片，每年翻一片来帮新人，不是的，这个行业可不是的。这个行业最后还是要靠实力的。昨天我写过东西，我就说的，舞台从来没有抛弃过任何人，只有你自己选择放弃舞台。对对。说半天了吧？哎，金姐，没有，我刚坐下。是吗？真的刚坐下。刚才忙啥来着？我们刚在那边包饺子呢。真人秀是吧？对，真人秀包饺子。你会包吗？我会啊，我在家里包饺子主力军。那郭跃呢？郭跃他不爱包饺子，他不爱吃饺子。那他爱吃啥？他人家爱吃品味高的。可以有啊，但是我就爱吃那些北京讲叫穷人乐，什么炒疙瘩啊。那就一个接地气的，一个在天上飘着的。对，有点这种。你和沙宝和那个谁小欧认识 N 多年了吧？是的，我分别跟那个沙宝跟小欧，应该我们都有将近30年了，20好几年的。那你先认识沙宝的还是先小欧的？我先认识沙宝的。啊，对，他在卡萨布兰卡。对，我也在卡萨布兰卡唱歌。但是呢，我在去卡萨以前，就经一个朋友介绍，先去膜拜了一下沙宝。拜他干啥呀？就因为当年我虽然说比他小1岁，对呀，但是在歌舞厅的这个圈子里，我应该比他得晚入行得有3年，所以那是我的一个前辈。而且当时呢，我记得我在一个小厂子干活，然后当时我们那个厂子那个学头吧，就老跟我说你得认识一个人，他说他叫。那个沙宝亮有点江湖地位了那时候。对，他说：“哎呀，说那哥们唱歌就特别好，而且在舞台上，那些举手投足，他说他会跳舞。对，他是杂技演员出身嘛，也学过舞蹈，伴过舞呢。对，当年就是能歌又能跳的人比较少，所以我先经由我这个朋友介绍，跟沙宝先认识了一下。那久了，真快30多年了哈。那一年90年代都是。对，那一年我应该也就是20出头吧。刚20出头。20出头。对，跟小欧是在龙博广场认识的。有跟小欧认识，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场合都有交集。因为那个时候在北京，应该您也知道，在北京那时候吃宵夜也没有簋街那些地方。对呀。在90年代的时候，北京城到晚上就那几个地儿。对，也就那么真的就那么就那么几个地儿。我们那时候老在西单的一个叫胖哥呀，对，西单那块儿，对，西单有一个店，有个点儿，对，在那。然后当时北京基本上可能很多的那个跑夜场的这些同行们，什么唱歌跳舞的、乐队的、调音的都在那儿聚集，所以在那个吃宵夜的场合，然后跟小欧遇见过，那个时候大家可能也就是
就是杯中酒的缘分。是啊，大家都干杯啊，相互聊天。那像这次你们3个同时在一个舞台出现，还真以前还真没有过哈。从来没有，从来没有，尤其是这么紧密的合作。到了节目以后，我发现，我们即使认识这么多年，可能也没有这么大的密度，就在一起相处，完做不同的事情。对，我觉得又军训的，又是那什么的哈。而且我觉得这个过程还真的是挺神奇和美好的。对，等这个节目结束了以后，几年以后你再看录像的时候，你觉得哇，我们挺疯狂的。对，因为我们前2天还要拍那个，就是拍小电影、微电影、小电影，对，而且我们都扮上古装，然后抹上一些商妆，然后我们在围着火堆在取暖的时候，就那种萧瑟的那种战场，悲壮凄凉的感觉，有一种体会哈。你别忘了，他也是一个兵。朝廷俸禄的人，驻守边关，就是死也得死在这儿。哎，就是在那个场景，我觉得我们几个人好像会有点穿越时空，大家的心一下就变得就特别有力量，就特别能在一起那感觉，画面感、环境感一下把你带到另外一个多维空间以后，就变得不一样了。对对对。板娘家里是什么背景？父母做音乐吗？家里怎么跟音乐接触上呢？我觉得这应该跟遗传也有关系。谁？应该是我父亲。据我妈跟我讲过，就是我爸爸在年轻的时候，在运动队里搞联欢会的时候，他穿浴袍表演过印度舞蹈。哦，真的呀？还有一种表演天分。对，所以从这点来讲，我觉得我揣测哈，就应该这部分是我父亲。对，那最后谁给你推了那么一把，给你推到这个行业上来？我觉得还是命运吧。命运就是误打误撞，经由一位老师的介绍，把我介绍去了北京游乐园。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，在龙潭湖。北京游乐园哦，我知道。对，在龙潭湖公园的对面，北京游乐园的一个艺术团，我在那儿当了一个临时工。那时候艺术团干嘛呀？艺术团就是给游客表演节目呀。在游乐园里，大家在吃中午饭的时候，我们就给大家献上一台，就是比较风趣幽默的一台表演。我们团里面有舞蹈演员，就带着那个大头的那个花栗鼠啊什么，然后就在那儿唱歌跳舞。对，我主要负责唱。我们开场唱一首《爱》。把你的心，我的心穿一穿，穿一朵幸运草，穿一个同心圆。小虎队的歌是吧？还扒这首歌的舞蹈，然后大家当时都是20岁吧左右的一些小孩。那是1个月工资多少？那时候我们临时工1个月好像就是200-300块钱。但你那时候要唱歌的时候，爸妈什么态度？我当年确实还留过一段时间长发。我爸就特别看不上，就觉得说你就这样了还能正经工作吗？不正经，你看头发都不正经。对，你看你留一长头发，你还能好好唱歌吗？反正当年跟那个你的太太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就是在游乐园的时候。她也在那个艺术团里边啊？我们俩还挺有渊源的。我们俩参加过第4届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。哦，她原来也是唱歌。对，当年她才16岁。然后我是18岁，我们是在那个赛区最年轻的2个选手，我比他抽号抽到早2号，所以呢，只是一面之缘，我唱完就走了，就事隔2年之后，我们俩又在游乐园艺术团又重新成为同事。这缘分挡不住的，隔2年，无论隔几年，是缘分就是缘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俩也是天选，也是天选，真的是就是命运的选择。2年以后碰到了，然后碰到了以后，最后游乐园我们的团里面安排就是缩减节目，我们被从独唱安排到男女生2重唱，对，然后就开始谈恋爱了，就这样，当年就是他20岁啊，我20岁，他18岁。那你是他的初恋哦？我们俩基本上都接近准初恋，准初恋了，真是这样的，就到现在一直到现在。我们俩恋爱应该已经都30年了，结婚也都20好几年了。哇，太棒了！你认为你自己正式出道是什么年龄？我正式出道是25岁的时候，1998年。1998年我发了第1张专辑，当年我是那个索尼音乐在中国签约的第1个男的新人，第1个新人。对，当时火的时候，给你表达爱慕之情的小女生很多吧？那时候反正隔段时间去公司就是说啊，一会儿会议室那些信你拿走。我还第一次没有遇见过这样的状况。我说啊，就有几封信我拿走啊，就这么想。结果去以后那个一会儿在会议室那儿立了一个麻袋。
然后哎，我也没找着那几封信，我就问公司工作人员，我说那几封信，他说就是那个墙边靠着那个，都是你的，拿回去吧。都是你的啊！我说一麻袋的信。然后呢，我当年也特别客气，我还给大家回信。你真有那个劲头啊！哎呀，真的是，那真是最糟老的去了。你那是幸福的罪啊！我觉得你看，既然人家这么喜欢我，人家拿出这个时间来给我写信，那我也应该诚恳相对给人回信啊。我就一封封的给人回，到后来反正好像都没到1/3就已经放弃了这个。但是当时如果我的歌迷记得的话，他们有的人确实收到过我的回信，包括我们当时想要让自己更有定力，然后我们俩一块报班去练了书法。他想要学书法，我说正好我想练练拳，练太极，我儿时的一个功夫梦。他说这样吧，那我们两个人一块去报了一个班，我陪他上书法课，他陪我上太极课，所以做了很多看似无聊的事儿。我们在前2年做了一个成人画室，然后呢，我是他的那个。就是第一波的学员，他拿我当那个实验。哦，你也跟你太太学画？对，然后他就是自己整理出了一套，就专门适合教成人的。OK， 关于油画，然后关于一些文化，包括一些对艺术的，一些鉴赏的课程。所以拿我也算是一个实验小白鼠。那阵你和太太一起创业做那个画室的时候，有影像吗？我看一下，看有没有。有吗？第一个实验对象是吧？对，这个时候我们在画塞尚，那是你吗？对，那是我。当年我留着长头发。那是头发，我以为是吊灯呢。是我们在臭贫，就是跳着画，主要是为了拍照的时候更飒一点。这你画的还是谁画的？对，这是我画的。然后后面那个人是我把这幅画的一个上半身的像接了一个腿。OK， 哎，你现在回头看觉得无聊吗？一点都不无聊。对呀，生活其实那个时候色彩变了。对呀，就变得可能就像水墨画一样，它自然的可以晕开啊。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当你经历那个时候，因为从歌手的生活形态找到另外一个形态，你突然觉得无聊了。但现在回忆起来是挺美的，但现在谈起来是挺让人羡慕的。是的，就连自己都羡慕。其实他从来没有在有些时候给过我任何的压力。出去挣钱去，我要买房子，我换到更大的房子了。我觉得我们俩那些年其实过得还蛮清苦的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北京妞的特征。对，就能一块吃萝卜咸菜。对，叫什么？叫特别飒。我们俩有时候冬天的时候都是那个取暖都最节能的方式。但是就是感觉生活还挺热乎的。那这次来是自己要来的，还是被忽悠来的？这次还真的是自己想要来。当时有你的名字时，我还特别吃惊。我说哟，我说满江都隐居这么多年了吧，真要出来吗？我说那如果他这次想通了，想出来，从隐居的状态出来，我说挺好的一件事情，那就好玩了。是的。因为其实特别希望有实力的歌手站在那个舞台上，当然呈现形式可能有挑战性啊，干嘛？对。但还是有人会唱歌的在台上啊，对吧？是的。这么东西，当你们一来的时候，这个名单就好玩多了。所有说的、想的，都是你曾期盼、羡慕的模样。这是一道墙，自己的墙。那时候你除了画画以外，你不也写了好多歌吗？写了很多歌。你现在闭着眼睛张口来的那什么歌？马上给我来2句，就是那时候写的歌。Mr. Man 在第几节车厢 ？Mr. Man 黑眼圈换理想，一川流不息的感想，每一个希望，你用脉搏唤醒朝阳和大都市的心脏。这首歌在那些年，自己沉寂，然后在生活里面去。词曲全自己写的吗？词是我一个好朋友写的。是吗？这个 Mr. Man 这个歌的曲是我自己写的。但是词不是你写的吗？词不是我写的，他的词跟曲贴得很。对呀，对，我就大家以为是我写的。归来词曲是我自己写的。我的心回归的大雁，飞深是大海，一路向北方。这歌是我的自己的。有没有一首歌是太太写的词，你谱的曲呢？我的最新的专辑有，我一会儿送给你，叫《进化论》。唱一句。乃是郭跃写的词。郭跃写的词。少年，
你有张好看的脸，爱笑还有些腼腆。这是他给我写的，这一首有点 funk。他给儿子写的。郭跃是给儿子写的。少年，你有一张腼腆。因为这首歌叫《少年》，是吧？这首歌叫《少年》。太好了哦。那个时候正好是我在上张进化论专辑的时候，就每周4会附一首我的新歌给大家，而且都是午夜0点。您看现在出来就是我爱人帮我在进化论里面10首歌，每一首歌画的一幅画。循环游戏这首专辑里面的一首歌，那叫线索，这叫13月线索，这叫线索。OK， 画的好好啊。然后，这是黑鸟，这是你吗？对，他画的是我，他是按照那个西方油画的那种方式，当然他把我美化了。没有，我感觉有点像那个阿凡提大叔的被人骗了感觉。因为他这幅画是以那个维拉斯贵兹的一幅著名的。他给一个国王的画像，他的色彩感觉好好哦。对，他的色彩感觉和层次太好了。他是学油画的。对，再往下走，我看这是进化论的那个封面那一张。这个像你吗？你讲这个像你。这个就是少年的那首歌的哦，这个专辑很好看呢。他捕捉你还是捕捉的准确的，就你眼神那个瞬间那种，你看那眼神有动态的。他现在他能默写我。是吧？就是绘画有一种是默写能力，就是比如说我看您一眼，我在这儿画，我就绝对不拿您再当模特了，我肯定画不像。对，但能画。对，但是他不用看我，就随便给他张纸，让他现在画我，他就能画。那倒在他脑子里边了，就你每个肌肉的组成部分他都知道了。骨骼肌肉，你的眼神他都知道了。他能默写我。哇，这个太牛了！这就是一定是在生活这么多年以后自然形成的。这是因为年头太久了。对呀，太多年了。我爱人在那儿。我知道，等会儿再打招呼。你太太是个大才女，你对她做过什么浪漫的事吗？我可能真的就是特别小的时候，就是后来我们俩聊，曾经有一段感动过她，就是我在有一次在她工作的地方，我骑车去看她的那一天，正好赶上是当年情人节刚刚开始，对，时兴这个名词儿，对，情人节。然后呢，有一个花店呢正在打烊，然后老板呢往外泼水，然后把那些废水再往下水道里倒，然后看他边上有一桶呢被拆零的玫瑰，我就把自行车停下来，我就问他，我说您这玫瑰是要扔吗？他说不，反正拆零了，我现在打折准备卖。我说我要买1支，是多少钱？他说3块钱吧，我也说5块钱，我看真挺便宜的，我就买了1支花给他。因为他可能真的太了解我了，他知道我不是一个这么表达就能够哄女孩的一个人。对。但是我那天带了1支玫瑰花去给他，我觉得就这1支玫瑰花，他最后他能记得，我觉得我特别惭愧。就我也是一个真的不太浪漫的人，我到现在我觉得我能为他做的浪漫的事情，我觉得就是让他领着我在生活里面东奔西走。东奔西走，然后每天早上起来，给他做杯拿铁。啊，你来做这个，对。其实我自己不爱喝的，但是就他喜欢喝，我就每次去什么星巴克、Costa 呀，我就，站在柜台那儿看看人家都用什么原料啊，然后怎么做呀，我回家就自己就是照猫画虎，琢磨着，然后给他做，最后愣做到后来，他的评价是，说这个。是这意思，是这味儿，所以就天天的早上起来给他做一杯这个。我也算很独立的女性了，对吧？很强势的，很强势的，觉得累吗？有一些啊。哪儿累了？我们照顾你哪儿累了？我觉得在被人照顾的时候，其实有得也有失嘛。有一个最粗显的道理就是，你不做饭，别人做什么你就得吃什么。对啊，你没得选嘛。对，你没得选。所以其实我是感觉就是这样。我们俩现在经常有些争执，就是因为我不服他，我说我不想穿这个，他说那你就自己穿，我说我自己穿不好。对，这个时候他潜意识他的母性释放了，但他释放在你身上了。所以其实我是感觉就是这样，就是既然你生活里面你选择了大松心嘛，大撒把，对，那别人让你穿这个，你是不是要穿啊？对呀，你要想执拗，那你也没花时间呀，对呀，对，你也懒得花时间，所以这一切可能有些东西会不太是你自己想的那个样。对，但是呢，你又获得的是你的自由和你的闲暇的时间，所以我会觉得，我就是这么一个比较能松心的人。所以说，在你脸上没挂相，
如果你心里又不甘，又别扭，又不服，还得忍着，你瞧吧你对，你才不会有这个面相。是那日子，男人40岁以后你过得好不好，心里踏不踏，全在脸上写着呢。是您说的对。说这种烦恼都是快乐的烦恼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您说的太对了。有没有哪个瞬间特别极其的脆弱，几乎说的拜拜吧？您有过那时候吗？生活里肯定无法避免，因为生活给我们的那个侵蚀跟压力真的是很大的。可能最难熬的时候就是我丈母娘过世的，那段可能是她情感最脆弱的时候。我呢是一个比较大志的一个人，其实我不太善于观察人，我被人照顾的有点多，相反呢，可能我给予周围人的这种照顾的能力有限，所以当时，会存在于就他需要的一个他最需要你内心的给予他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做的不够，你的表达可能没有表达，对，所以内心里翻滚着，但没有表达出来。那些年，其实我们在内心当中距离会觉得有点远，有点远，但是后来时间长了，这2年我学会了一招，就是我学会了剖析自我，就是承认自己有错。对呀，对呀。前些年其实我总觉得我嘴还挺硬的，不承认啊，你对，我觉得我没有啊，我做挺好的呀，啊，就是这样。但陪着你了，我伴着你了，对。但这些年我会发现，其实过了40岁，我反而觉得更加的疑惑了。就是人不讲究40不惑嘛，对，感觉那些年可能逃避了很多的问题，很多东西。现在重新再杀回到生活的这些水火里来哈，你会觉得这个人间烟火气扑面而来，我会觉得心里还是一团乱麻，然后又重新的再整理自我，才会发现哦，其实我应该用一个更好的心态去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然后也接受自己有错这件事儿，也肯于向周围的人去承认，我真的是错了，这件事情是错在我，包括我的爱人，我现在也会跟他讲，我说咱俩先冷静一下，我可能得向你承认个错误。哦，这个放在我以前，这个是40岁以前根本不可能的哈。就是别说40岁了，我今年反正48岁了，是我可能就在前2年还不太拥有的一个能力。我明白了，我跟郭烨说一声，作为满江，作为你的丈夫已经48岁了，作为你儿子今年刚满18，成人了。对，您说这意思是的，可以承认自己错误，就已经快拿身份证了，感觉我可以承认，对吧？就这种感觉。我觉得男人主动跟自己的太太好，家人会承认错误是挺好的一个质感的。现在他还画画吗？现在没时间画，现在他是我领导，带着我工作。那你觉得他现在离你工作这么近是好事吗？不是啊。因为经纪人这个工作是很琐碎的，对，很具象的，特别麻烦。看到你们俩的生活，我觉得好让很多年轻人会羡慕的。但这种工作太绑得太紧了，有的时候把那个美感给磨掉的。我们俩今年吵了大概应该是一辈子的架，就今年我们俩那个恋爱纪念日，我是在沙发上睡的，特别生气那一天。当然了，我觉得他是你最信任的人，他也是对你最负责任的，这是不容置疑的。但是这个行业就是，我觉得，因为你们俩的个人生活远远大于你的事业的成功。是的。抛开他现在你的领导是工作人员啊，跟你工作，抛开这个，就是眼前面对的郭烨，你的太太。如果让你现在说一句话给他，浪漫一点的，说什么？你冲着镜头说。我只想对我老婆说，我说你真的辛苦了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他愿意。他可高兴了。有些时候不是，我知道他不是这种性格，他特别讨厌，这种，一切都不变的这种生活，尤其是压力、工作密度，他不太喜欢这样。但是他为我做这样的选择，有些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如果没有准备好，没有做好，除了自己的内疚之外，我会觉得还有一些愧疚。就是因为有一个人可能比我自己就是更期待我能够变得更好，而我没有做到，因为他看到了你的价值，看到你的潜力。这个并不是他应该承受的部分，其实是因为我就是给人添的麻烦。我告诉你，那这是一定是源于爱。所以他帮我画这张专辑的封面，就是像是一个梵高的自画像，画得非常好，画得非常好。我看完那幅画以后，我自己也很感动。他说你有
眼神里面的那种感觉，你很坚定，你很固执，但你的固执在于你自己固守你自己的那份少年的感受，你对这个世界单纯的认知，就是这些东西在艺术里表现是很吸引人的。对，他也鼓励我，但是说得非常好，但他也希望我能够再现实一些，就迎面去接受现实的挑战。跟满江聊完以后，你突然发现啊，所有的年轻朋友可能听完以后，你会很羡慕他们的神仙眷侣吧？你们2个算是了，是真的，他的爱情生活，哪怕心甘情愿的被动，都形成了他生活的一个色彩，有美术的色彩，有音乐的旋律，包裹着他的个人丰满的生活。这首出来的音乐以后，更多的思考了。而且最难得的是，一个40来岁的人，经过婚姻也好，经过生活的炼好，会主动承认错误了。尤其是北京爷们儿，会主动承认错误了，认到自己的不足。这个是生活给予的，音乐可以释放出来的。所以说，在追光的舞台上，我们不乏惊艳的表演，但是更多的是有质感的声音和质感的音乐传递给我们。希望满江越来越好，然后还是作为前辈也好，作为大姐也好，让郭跃不做你的经纪人，好，做你的生活当中的领导。期待，好吧？都期待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很开心。辛苦，赶紧排练了是吧？好的，好的，我们要去排练。对了，那郭跃啊？对，那是郭跃，他现在是我的摄影师，拍了好多好照片给我们。太好了！哎呀，别做经纪人，会又累又操心，你可别做这个，会真是会干扰生活的。我们俩今年最大的理想就是，哎呦，状态太好了，赶紧找一个好的经纪人去带他。对，带他，你千万别碰。这是姐给个忠告啊，对，别碰这个，别碰这个，千万别碰，他自己弄，他经过这一关能好一点，他知道该干什么了。对，刚才那句话我说都会承认错误了。对，特别不容易，太不容易了。30年，我没说过对不起。对，北京爷们不说对不起，老觉得永远是对的，凭啥呀？但他承认错误，但很好，很好。但就一个要求，不做经纪人啊！哎，你赶紧别干这活。好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啊！好，谢谢您。好了。耶，行啊，追光，你的头是反光，硬光，硬光，顶光。2位老炮来了是吧？哎呀，金姐，哎呦，金姐，哎呦，你慢点，哎呦，你慢点。来，走。第一次真人秀是吧？以前拍过吗？没有这种的，没有。沙宝也没有。没有，以前都是参加一些竞演啊什么的这些。咋了？不唱了？还对乐坛失望了？还觉得唱够了？没有，就喜欢演戏了，就想演，反正。但那天你一张口，我眼泪哗就下来了。都30年，快30年了，我小子声音还那样。他们说今年你那么感动，我说你们根本不知道。我说突然把我拽回到30年前那个龙博的广场，在底下听你唱歌的时候。啊，你在龙博？对，我在旁边。你在卡萨布兰卡是吧？我在卡萨布兰卡，然后龙博旁边有一个叫星河的。星河，我在那儿做。挺好的，我觉得过了这么多年以后，不知道在江湖上又碰到了哈。你听我在这做艺术总监，你特开心吧？对啊，就好久没见了。很多人见我紧张，你不会紧张的。你说见金姐见紧张啥呀？不会吧？沙宝也不会吧？我还好，是吗？多少有点。为啥呀？有啥紧张的呀？怕我兜你老底儿还咋的？2个是商量好的来追光的呢，还是突然哎呦哥们儿你也来了？没有商量，真没商量吗？没商量。这些今天所有的20个哥哥，除你之外20个，除了沙宝你认识呗？满江知道，满江还行，其他谁都不认识。对，其他不。吴镇宇你不认识？不是吴镇宇，认识，但是没有什么接触。对吧？那太怵了，我到这里头来。对，而且我也不爱说话，我跟不熟的我就。那你到剧组怎么混呢？就自从开始演戏以后，才还好点，好多了。跟人家最起码能说，哎，挺好。以前根本就其实就是唱完就走那种也无所谓，熟了的就特。对呀，我从来不是他们说小欧不爱说话，我说谁说的？我说跟我们又唱又喝又玩的，哈哈哈。我说小欧如果不爱说话，肯定受什么刺激了。人生，所谓的现在是吗？是社恐，人生的社恐。沙宝不社恐，其实我也是硬着头皮来。别来劲了，你不自来熟啊！姐姐真的，她知道我的性格，也不是那么特别的，但是呢，我就觉得，既然大家在一起嘛，就是还是应该融合一些，能多做一点。因为不能我们俩都人生啊。
总得有一个不认生的。那倒是，我们组里就靠他了。满江在你们俩眼中什么样子？也是北京人吗？满江，对吧？北京人。小欧说满江什么个性？那挺实在的，是吗？有什么说什么。其实他跟满江不是还不是很熟，不是那么熟。他跟满江熟，怎么会？我跟满江以前经常一起演出啊。对，满江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人，特别特别好的人，就是，很真诚，很真诚。他呢，而且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我从认识他到现在，那天我还跟他说呢，就没变，还那样，一直那样，一直就像个孩子一样，长不大的孩子，长不大的孩子，但是他很认真，就是我们这次也是，他出的力是最多的，是吧？在音乐方面，在沟通编曲，你们这组唱功太厉害了，就你们3个老唱将，想把那个奥乐好好带一带。奥乐是我一直觉得他是个宝藏男。是奥乐好好带的，我特别看好。在舞蹈界里，我很难发现这么一个全面的。你们俩认识小20年不止了吧？30年了哈。我跟他小满，我们都是30年，都是30年。对，哥们儿在呢，就是心里有底气吧。宝哥，咱俩住一块儿吧？对，我弄好房子了。你不是怕对镜子吗？他这所有的房床都对镜子啊。只有这间房那个卫生间在侧边的啊。瞧这怎么样？嘿，太帅了，好了是吧？可以。2位有着30年交情的老友，在追光吧的舞台上再度携手，组建了京 AD 209工作室。来，给他们2个东西做个小小的调查啊。填表格游戏，2个人限时作答。就俩人的都填。对，我看你俩默契度啊，你俩不哥们儿吗？这么多年。第一个是自己和对方的口头禅是什么？自己和对方最讨厌的什么样的人？沙宝眼睛也花了，花的特别厉害，我看不见。其实我唱小欧，他这些成名的歌我还真不怎么会唱，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会特意的去他的地方听他唱歌。唱歌是吧？啊，那人俩还不认识呢。那个时候还就是认识，但是不那么熟。然后你说你得听听那个周晓鸥唱歌啊，对，我就特意去那个地方听小欧唱歌，在底下买一杯啤酒，然后听一晚上。对，写完了，完了。OK，好，我看2个人亮相啊，3、2、1，好。小欧的口头禅是嘿，你呢？他是真的，我就这2个不带都不对上。你觉得小欧的口头禅是什么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然后他一跟我说不会吧，我说真的。他讲不会吧？最后一个最讨厌什么样的人？小欧是最讨厌，就是装腔的。装腔的。你最讨厌不喝酒的人？不是，他最讨厌不喝酒的人，我是讨厌喝不醉的人。他那个暗香你会哼吗？你能唱2句？用你的风格给我哼2句，哼2嗓子。没有他唱那么细啊。不管他人家比较细腻，我这比较糙。当花瓣离开花圃，花圃是什么东西啊？当花瓣离开，这苗圃是吗？不是种花的地方。你这甭管什么了吧？别打人，别宝儿，别，等会儿你还得唱他那个爱玩我的，别要影响我。别打场。当花瓣离开花圃，暗香残留。当小山倚在风中，暗香残留。哒啦滴答当滴答，我会拼到爱尽头。挺好的，人家是小欧的风格，小欧的暗香。紧张了。我当着你，我上面来一个，来他的爱不爱我？他的爱不爱我？对呀，你来唱唱，我听听。我找个理由，什么词来着？让我平衡，找个借口，
难免出现裂缝。也许我只在一次放纵，那你的肩不着痕迹，天好黑，我好冷。你到底爱不爱我？不该在这些什么？你到底爱不爱我？还是自己不再难过。哎呦，我发现哈，这是我纯粹金姐自我感觉啊，自我认知啊。我觉得你们演戏可以演，小欧演戏也没问题，准确，你也演戏也没问题。但我发现都不如你们唱歌时候演的那个光有神。如果歌手和演员的话，你定义是歌手还是演员自己？我觉得第一定位还是歌手吧，就是说，演员这个行业对我来讲是现在刚刚开始接触，我觉得该学的、该体验的东西太多了，所以我觉得还不够坚定，但是一触碰到音乐的时候，自己就化了的感觉，就全是你的了，全是音乐的了，自信就会融入到里边。就是一上台的时候，那个劲儿，真的是就是你明白吧？就是我就记得我第一次出演的时候，背着吉他在那后场，往台上只要一走到台上第一步的时候，我那个人就完全在沉浸在里面，享受在里面。菜品司机、康师傅司机、钢琴司机、出租司机、拖拉机司机。伊万诺夫、巴巴罗夫、巴巴罗夫、塔什洛夫、罗里罗索夫。莫斯科不再相信谁的眼泪，他也不会再相信谁。曾经英俊的少年，他的年华依旧在。莫斯科不再相信谁的眼泪，他也不会再相信谁。曾经安详的旋律，当花瓣离开花朵。小欧也是吗？反正我是以前就是还歌手，然后呢我从征服到现在也将近有19年的时间没唱了哈。几乎演戏了，也唱，但是就是还以为主的还是演戏。但大众对你现在认知是以演戏是个演员是吧？都不知道你这是那么好的歌手。对，好像有的人都就是年轻的都有点忘了似的。很多孩子只认识一个那个吃糖蒜那个黑社会老大了，知道陈建波会吃糖蒜吃火锅，但不知道陈建波那么会唱歌。为什么要吃火锅啊？不是就为那口糖蒜吗？酸家伙，你不跟你糖蒜点没拿嘞？你赖我呀？啊，你赖我干嘛？那个扫黑风暴那个糖蒜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吧？没有，那是导演的。哦，真的？那现在成经典了。吃火锅不是那什么呢？怎么说来的那个？就为什么吃火锅啊？不就为这口糖蒜吗？啊，这个人物是先留下印象了，真留下，你也没想到哈。他这个不像这个写歌唱歌啊，你自个儿写的作品，你可能你肯定要发表的，是的，对吧？但这个就各种因素很多。小欧现在好像角色被人好像有点定位了哈，就是那种挺有演坏人演的多。你觉得把这个人物抛开，你最想想尝试个什么角色？没有想过。反正好人也就找我演好人的就特别少啊。为啥？他们真不了解，真是以貌取人啊！其实他要一个特大的暖男，其实特好，对呀，多反差，多暖男。他平时就在大暖男，他都不用演，就演他自己就行了，对吧？一直没碰到。其实按照出道的话，你直接就开始唱歌了吧？我没有，其实我最早，我以前专业是吹小号啊，对，小号的，对。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呢，就在一个。那时候走学嘛，在山西的一个团里边，但我们那个团呢，那时候我是吹小号，然后，当时请的那时候张强很火啊，对，张强，对，我知道，对，张强，他跟我们一团演出，然后我给他伴唱，从伴唱开始的，就觉得哎，这唱歌也挺好。别人说你声音好，还是你觉得哎唱歌挺好玩，是怎么？张强也说你以后也真的可以练歌。我说哦好，哎，
从那儿以后我就开始。你是有贵人指点。对呀，沙宝呢？那你唱歌，我你经历太多了，又杂技演员，又是编舞，又是干什么东西，最后唱歌怎么就也唱着玩？其实我从杂技团出来以后，其实我一直就是想唱歌。我在杂技团的时候就开始写歌。你自己写啊？对，和我的那个搭档，那个我现在的经纪人老莫，他写词，我写曲。老莫也是那个是杂技演员吗？我的师弟。你俩练什么活的？对传花坛。哦，真是顶坛子的。对啊，你俩真是顶坛子的。对啊，这2位志气未脱的小演员，一位叫董瑞波，另一位叫沙宝亮。对，您没听错，就是以一曲《暗香》而红极一时的当今国内流行乐坛知名歌手沙宝亮。他7岁开始练习杂技，1987年，他和董瑞波一起凭借这个对顶花坛节目，荣获了1987年第1届法国巴黎未来世界杂技节金奖时，年龄只有14岁。刚咱没有啊，但这个手活还行吧？手活那是没有，因为那个其实太小儿科了，就是练杂技的都是这叫杂伴儿啊，杂伴儿手里的这些灵活什么的都可以。那你好长时间不动也不行，来吧，咱瞧瞧。但手活给我抡2个抡2个啊，是这么回事。对呀，我就是几个仨吧。仨呀，哎，往我这手里拿，你一个一个扔给我3个，哎，对了，扔一个，再扔一个，2个，接了，对啊，哎，走，哎呦，还有还活，哎，还行。还行，还可以啊。对，但这个不是你的行的，不是你的专业吧？不是，这也得练，是不是？这个对我们来讲，这就是什么呀？像基本功一样。你四肢协调吗？你不协调吧？你小时候玩过沙包吗？这种的？对呀，这我也不行啊。我也不行，这我没学。这不行，我跳舞行，这个真不行。这也不行。我从杂技团出来以后呢，其实一直是做 dancer，给谢晓东啊，伴舞，对，什么那英啊，给他们伴舞，就天天跟歌手在一起啊，我就觉得我唱的其实不比他们差，你知道吗？就有这种自信，自我认知是对的，自我认知自信。然后我就记得我在卡拉 OK 里边，大家一玩的话，唱歌，然后我就特别愿意当着歌手唱歌。就叫板呗，对，喜欢叫板，对，喜欢叫板。然后我一唱，他们就有点傻，就说：“哟，这哥们儿唱的不错呀，说挺那什么的呀。”进卡萨布兰卡，我是跟张大伟，我们俩是负责编舞，然后就赶上有那么一次没歌手啊，误场了没来。后来那音响师张青儿，你应该认识，老炮了也是，青哥，就说：“哎，沙宝，你不是会唱吗？”我说我行，你觉得我行吗？我说你没事就顶一下呗，没办法。唱啥了？第一首歌唱还记得吗？第一首唱庾澄庆的《改变所有的错》。改变所有的错，对，那时候一唱，后来那个老板说你从明天开始啊，别跳舞了，就当歌手吧。然后呢，工资就从150啊涨到200，就从那儿开始涨价了，拿起话筒开始做歌手。所以说《暗香》是你写的吗？不。暗香是三宝写的，三宝的。你把这歌能抢来呢？说到也挺偶然的，就是当时我自己做了一张唱片，这张唱片呢，就因为也没有宣传，什么都没有，就基本上就是死了，就没用了。但是就在音乐台啊做过那么一次宣传，放了我一首我的歌，恰巧三宝就在那个出租车上就听见了然后他就跟小黑说，他说这歌手是谁？我没听过这事儿。他说听说你记住他名字啊，然后小黑就记住了我的名字了，然后正好他写了一个叫《非常公民》的一个电视剧的那个主题歌叫《飘》，说就跟那小黑说你把他给我找着，让他唱然后呢三宝就给我打的电话，哦呦哇，三宝老师给我打电话的，那三宝老师写什么红什么呀？三宝好的，有音乐才华的，对啊，随根他妈就是个非常好的作曲家，对，然后我就去了就唱的第一首《飘》，然后唱完《飘》以后才有的《暗香》，很多人就说的那个什么歌手好像一首歌红一辈子，你对这在乎这种评价吗？小欧就是一会爱不爱我，那个宝亮就是一首那个《暗香》，别的没了都，不懂的啊，不了解的会这么说，你们会在意吗？我觉得反正我不在意，
我也不在意，因为我觉得能有这么一首歌让大家认知，我已经挺感恩的了，是吧？就是你干嘛要贪那么多呀？再有一个，其实我觉得做音乐这做了这么多年，真的不止这一首歌。对。但是呢，有可能那些歌不是给您唱的，或者你也听不懂，或者你也不喜欢，我觉得这都特别正常。就是能够有这样的一首歌在你身上形成一种符号的话，那真是也是千载难逢，这真的是太难得了。所以我现在是不是聚的也不多吧，哥们儿？两个人聚的多吗？在北京？我俩还行，还好，但是平时他也忙，老拍戏什么的，我有时候也拍戏，所以就有时候见不着。对，我们俩经常在我们马场在一块儿见得多一些。啥骑马啊？对，他骑马，我不骑，我不横。那你去马场干嘛去啊？你闻味儿去啊？我老怕他踢我。你不往他屁股后边跑，他踢你干啥呀？不行，我牵着我都不敢牵。真的呀？不至于。那你拍戏咋办呢？拍戏跟马有关系怎么办呢？别人给牵的，手替。真的吗？我离得可远了。啊，那每个人都有这个短板。他胆儿小极了，长得可不像。你看那个马的那个高度，他上去他都觉得高。对，我不喜欢速度，也不恐高，这跟我怕鸡似的。哦，你怕鸡？为啥呀？不知道。公鸡母鸡啊？什么鸡我都怕，就小鸡儿我都怕。他也不叨你，不就是怕？那你吃不吃鸡肉？我吃鸡肉，是有毛病吧？你吃人家还怕人家？不是，我是小的时候真是就是看见，我就身上就起鸡皮疙瘩，然后我就跑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的。我怕猫啊，我怕猫是小时候我当兵时候被野猫吓过啊，但现在只要漂亮的猫很漂亮很干干净净的我也不怕了，但是你这个怕小鸡儿我可头一次。沙宝亮怕小鸡儿，知道了吗？无论公鸡母鸡，他都怕。哎，你怎么喜欢马术是怎么回事？我就喜欢骑马，从刚开始骑马的时候是去草原啊，对啊，野骑、疯跑，然后后来就觉得这种骑实在是没什么意思了，讲究点，拜的哈达铁教练为师傅，就是中国马术的教父哦，然后就开始多年来的练习。然后多年来的比赛，然后就成为了一个。我参加比赛了，我参加过世界杯预选赛，牛啊，真的！我参加过大师赛，对我当时就是满脑子什么都没有，就是马术。因为那个时候赛季的时候，一场比赛接着一场比赛的，你这场比赛哪儿失误了，你就得吸取经验。对，因为它百障碍每次都不一样。对，所以就得每天都琢磨这个事儿，然后琢磨就觉得这个马的能力有限了，我要它跳1.3米啊这种级别的，这个马不行，跳不了了，我得去选马了。哦，就着魔了，这人一着魔了就忘我了。对，然后经常有什么演出啊这种的，如果跟我的比赛对上了，我一定推演出，肯定放演出了。对，人家公司也不理解，说你这个是你的主业忘了。对啊，你不能这样，这样公司也不可以允许你这样。对，那要我说但我就这样。对，因为这个比赛我答应好了。对。然后后来我师娘就是跟我说了一句话，她说你是干嘛的呀？我说我歌手啊，好好唱歌。哎，这个东西啊，玩就得了。哎，就说你千万不要玩物丧志啊，玩。但你玩的太认真了，玩进去了，玩的太认真了。所以就后来那个时候就等于是点破我这一下，哎呦，可不是嘛。你儿子现在多大了？我儿子现在6岁。6岁，你呢？你家孩子多大了？14。男孩女孩啊？女孩。哦，14。哎呦，青春期正青春期的时候呢？差不多吧。是吧？跟你闹还跟你夫人闹啊？不闹，我的孩子不闹，从小就不闹。哦，真的啊？他的性格吧，基本上就跟我一模一样。真的啊，性格上面，对于音乐的那种热爱啊，对于戏剧的热爱啊，对于自由的那种向往啊，那是跟我是骨子里是一模一样的。唱歌唱的可好了。哦，是吗？培养呗。我现在就是在培养他，在帮他找制作人，然后帮他弄歌啊什么的。我觉得也不是说偏要怎么样，就是他喜欢爹能做到的就帮助他一些，帮到什么地步咱自己也不知道，顺其自然呗。女儿要是搞音乐的话，你支持；那小欧的儿子现在还没有交流呢，是吧？他如果将来说的爸，我也想唱歌，你教我唱歌呗，你会教他唱歌吗？我就看他自个儿，他如果喜欢就对。这个教不来，的，这得有天分。反正我也没学过。
唱歌我也没学过，我也没学过，对吧？就是咱们都没学过。哎，这杂技演员当了几年杂技演员？我10年，我8岁进的杂技团，18岁辞的职。哦啊，因为那个时候在杂技团吧，也干了那么多年了，也该拿的奖也都拿了，然后，其实那会儿时候那个职业特别好，就是每年都出国。杂技团？对啊，每年我大半年都在做国外演出。那个时候，你想我1个月工资是挣48.5块，工资啊，那已经可以了。但是你知道出国吗？出国我的伙食费每天就40多美金。对，那个时候可好了。中国杂技团嘛，中国杂技团，出国的机会特别多，而且那个时候出国还不是像现在这么容易。是，那是代表国家呀，公派出去的。对。结果好多人都不理解，我爸妈什么所有人就是这么好的工作，你这么好的工作辞了，就是没兴趣。就是咱们这个节目叫追光，就是在你心目当中，你那束光是什么？小欧那束光是什么？我就是自我突破吧。需要突破吗？你都这么安逸的一个人，就是给自个儿点压力嘛，给自个儿找点事儿，压点力，对吧？沙宝呢？我觉得是因为这样的节目，我觉得会展示你除了音乐之外的一些东西。就是我们真的就成为一个，就是好像心都贴在一块儿的那种互相依赖，那种感觉，我觉得这个特舒服。能够通过这个舞台出2首好歌，这是最好的。小欧真的一定出2首好歌，沙宝也是。我老跟他说，我说我帮你弄首歌吧。对呀，对我经常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会说，因为他比较懒，我是比较懒还是没看上？我是懒。你像他，我就觉得他特有那种劲儿，然后特努力的，把什么吉他什么都带，你就愣塞给他，喜欢说小欧，我就看一看。快了。这一次追光，咱们追一次呗，必须得追，弄一个新歌出来呗，留点东西嘛，必须的，对吧？觉得也是，弄首歌出来，在一个节目当中能够留下一个作品，多好的平台才是最值得。是，哎，这个不开玩笑，真的，是，这可以有。其实我作为主任在旁边看来，其实我更希望这档节目通过追光吧，因为你们是出道很早的。大家觉得好像这个行业很快，流失的很快，其实不是。当你们这些老炮回来的时候，用自己的实力，现在还具有的实力，还站在舞台上的时候，突然给他们一个感觉，就是这么多年以后，你在舞台对你意味着什么，而且包括你对舞台的态度，而且你做了这么多事情，这个是对年轻人是有影响的，而并不是靠2个人这每年翻一个片，每年翻一片来帮新人，不是的，这个行业可不是的。这个行业最后还是要靠实力的。昨天我写过东西，我就说的，舞台从来没有抛弃过任何人，只有你自己选择放弃舞台。对，是这样的。我其实也是心里也是有这么一股劲儿。对呀，就是觉得做一件事情一定要把它做到我认为满意为止。谢谢沙宝，谢谢小欧。这么多年的老炮们、兄弟们在一起，能在江湖上又能转回来以后，做点喜欢的事情，挺难得的，就给自己找点事儿嘛。而这个事儿找的是我们自己愿意的，对，愿意的。谢谢哥们儿，谢谢，咱们聊啊。